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要继续分享管理者每天精进1%的决策跃升思维这本书。作者曾国栋，现任大连大控股副董事长，友尚集团董事长，是由商周出版社出版。先前曾经介绍过本书第1章管理的观念及应用。作者提到，永无止境的问题是正常，不要把烦恼带回家。永远都有新问题，正是自我修炼的契机。因为你能处理麻烦问题，你的地位才会高，才有存在的价值。而今天要介绍的是他的另一个管理观念，降低期望值，更能提高行动的动力。很多老板会派员工出去上课，接受专家的培训。可是培训回来后，员工还是出了很多问题，老板会大为光火，认为不是都花钱派你们去受训了，怎么一点进步都没有，还是犯错。某些老板甚至会说，训练根本没有用，下次不要派人去了。另一种情形是，老板经常怪员工不够努力，抱怨员工不加班，早点把事情完成。但作者认为，培训不是立竿见影，主管应先降低期望值。无论你的角色是老板或主管，推动一件事时，请先降低期望值。这意思是说，不要对属下的成果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。这并不是说，主管可不必要求品质与绩效，而是要避免期望越高，失望越大的负面效应。以培训来说，影响培训成果的因素很多。往往培训的内容很好，但是员工的吸收没那么快，很多效益是慢慢显现，不是现学现卖，立即就能套用。即使员工有所进步，也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得出来。另外，有些主管会担心辛辛苦苦培训人才，担心他们或许不会认真学习，或也可能会离职，因此就不想培训。会有这种心态，是因为他们把期望值定得太高。作者认为，只要20%同仁认真学习，其中20%留下来，把所学认真应用到公司，就值得去推行。降低期望值的观念，不只对老板和主管有用，其实每个人都可适用。人的心理是很奇怪的，采取一个行动以后，即使有一些效果，但是成功比例不高，我们就很容易全盘放弃，认为做这件事好像没什么用的。一项行动计划可能有20%是成功的，可是我们的大脑却自动放大另外80%的失败，而认为这个行动没有用，以致放弃。此时降低期望值会帮助我们提升动力。例如，在一场聚会后，你发 LINE、简讯、email 给遇到的人，回应的比率可能只有20%。如果你的期望是发出讯息后，通通都要得到回应，那你根本不会去发，因为你很清楚，这个目标一定达不到。而如果你预设只要有20%的人回复，就赚到了，那你就会有动力去发讯息，积极的建立人脉。开发客户不期待高成功率，更能坚持到底。拓展人脉，正面回应有20%就值得去做。
同样的，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开发客户的成功率呢？公司经常会提出行动计划，挑出潜在客户名单进行客访。在1000家中，可能有100家已倒闭或状况不佳，不可能成交。如果你一开始期待高成功率，可能很快就做不下去了。但如果把期望值放低一点，坚持到底，只要抓出30家、50家有用的客户资料，说不定成交1、2家，也就够本了。综合以上说明，本篇结论如下。结论：降低期望值，提升行动力。无论是老板或员工，当你要推动一个方案时，都宜先降低期望值。看到员工执行不如预期，就把整个行动方案轻易放弃，这是很可惜的。员工是领薪水的，跟老板的心态一开始就不同。老板或主管做好心理建设，降低期望值，工作气氛才会更愉快，效率也可望提升。推动多一小步的服务，因为员工设定合理目标，每一波的改善计划，只要改变%10，就应满意了。不仅是主管，个人也是如此。切勿经常放大80%至90%的失败，而忘了10%至20%会成功。要克服这种失败主义的心态，就是要降低期望值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留言、按赞及订阅，谢谢观赏，下次再见了。